墨子，墨子，灵魂是在人生的最后才死去的吗？这个问题问反了。怎么讲？生命的开始，当灵体和肉体绑定，命运之轮或不是生死大转盘再次开启，而这一世的开启会决定你的灵何去何从。你知道大多数的婴儿为什么出生要啼哭吗？因为他的肉体不知道，但灵体知道，又要哭啊哭啊哭啊。忘掉了以前，也不知道未来。这样的人间像一场赌博，你可以选择开始，但未必能掌握结局。为什么？因为染是什么？染什么？举个例子吧。栗子来啦！栗子来啦！一勺喂给你的饭，你闻了闻，尝了尝，从此知道了家里的味道。一个街边的面包，你闻了闻，试了试，从此知道了外面的味道。你喜欢的香，可能是别人讨厌的臭；别人喜欢的香，可能是你讨厌的臭。于是，香不一定是香，臭不一定是臭，只是你的鼻子爱上了你喜欢的香，从此就有了你不喜欢的臭。那些橱窗里的衣服，你看了看，摸了摸，从此知道了你想要这样的质感。一堆五颜六色的服饰，你看了看，比了比，从此知道了你不想要那样的颜色。于是颜色还是那个颜色，质感还是那个质感，只是你爱上了自己喜欢的颜色，只是你有了你不喜欢的质感。这些你爱的，你不爱的，你喜欢的，你不喜欢的，就是染的表现，就是染。这有什么问题？我喜欢这样，不喜欢那样，这样的染有什么问题呢？再举个例子。栗子来啦！栗子又来啦！你爱上了这样的声音，喜欢这样的脸庞。当他在你面前哭泣，让你帮帮他，只需要几千几万的时候，你不顾账户余额，倾囊相授，只为再次看到他的笑脸，感受他的温度。而他消失了，只因为你染上了爱，却无法知道爱的结果。你讨厌他的懦弱平庸，因为在他的懦弱平庸里，会看到自己被欺凌的背影。于是你把拳头伸向了他，只因想发泄父亲发泄在自己身上那些无处可去的暴力，只因为你染上了恨，却无法知道恨的结果。你想平步青云，你想一夜暴富。当你看到那些递向你的暗示，你会知道这些不该收而犹豫，但控制不了自己伸出的手，只因为你染上了贪，却无法知道贪的结果。你想展示勇敢无敌，你想展示与众不同，于是他们告诉你，有个机会完成这件事，你就会证明自己。你知道那是危险的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。他们说，试试吧，如果你真勇敢真牛逼，又怎么会不敢尝试？如果你真与众不同，又怎么会试一下就离不开呢？于是你做了，却离不开了，只因为你染上了自大，却无法知道自大的结果。
你想远离丑恶，你想活得干净，于是你找到了干净，又或者干净找到了你，于是你每天都开始进化，只接触干净的人，只做干净的事。当干净告诉你那些是丑恶，你就相信那些是丑恶。当干净告诉你只能相信它，你就真的只相信它。只因为你染上了迷信，却无法知道迷信的结果。可是你说的这些不是染的问题，而是无法知道染的结果带来的问题，对吗？对，因为人生在世不可能不染，所以才要慎染。人生就是无处不在的染，一次的选择就是一次的染，一次次的选择就是人生最好灵魂的颜色。那我该怎么分辨哪个染是好的，哪个染是坏的？怎么选就怎么染，染什么就成什么。人间就是善的是炼石，恶的分流地。染得好，天堂见；染得不好，地狱蹲。选错了怎么办？所以只有到人生的最后一刻，我才能知道我是不是好人，会去到哪里，对吗？对，这就是为什么好人难做的原因。因为这样的世道，你可能都分不清染什么是好，染什么是不好。不用怕也没用，因为人生所有的选择可能没有对错，但一定会有自作自受。我信你个大头鬼脸！